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所以邓小平他认为，中国要富就必须跟美国与西方国家和解。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没有多久，正式访问美国。第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战。简单讲，就是我们共产党以后不斗，要全力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他先把底线给画下来了，就是这4项基本原则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认为说可能是中国跟苏联命运不同的其中一个关键。3头马车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邓胡赵的时代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先富带动后富啊，就是不让发达的地区以有余来补布局。农村改革是他经济改革里面的第一步，就是超产到户，致富盈亏，让农民开始有了自己一部分的私有财产。这改革是非常成功，那也促成了今日中国的一个崛起。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非常重大变革，其实很大程度也冲击了今天的两岸关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立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我们的专家讲堂啊。最近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呢，在讨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啊。因为这个改革开放呢，是造就今天中国崛起，或者说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一个根源啊，也就是国力上的全面增长。而这个背后呢，当然啊，很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当中所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啊。但是这个现代化的推进呢，本来就是非常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改革啊，大多数都是失败的。那也有人改革成功了，但依然被清算了。然而在当代中国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改革的灵魂人物呢，就是邓小平，他是没有被清算，而且他的成果似乎是延续到今天。那究竟这个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呢？尤其是最近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呢，对于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有很大的这种反弹的情绪。那这个反弹的情绪，其实就其根源啊，还是跟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的壮大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从几篇的报道啊来切入，进一步来讨论这一段历史啊，我想会是非常精彩。好，那讲到这个改革开放的议题呢，我们再来请教我们的历史专家啦。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继续来聊这个改革开放。上次聊到了这毛时代到邓时代啊，那我最近就在翻一些旧文呐，那我就想到这一篇文章啊，习近平的正左金右能否顺利杀出血路？这个是2014年那时候习近平上台没有很久，他当时号称在打贪嘛，当时全世界都看着中国大陆在做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改革哦。那落马的当然啊，什么国资委啊、石油帮啊、华润啊等等，那最大只的老虎莫过于周永康大老虎啊。这个文章写的时候还没有收网啊，不过却让大家很震惊啊。那当然了哈，为什么说正左金右呢？因为在比如说言论自由啊，或者是所谓维权人士啊、工资啊等等啊，很大程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不过我今天我们没有要讨论习近平怎么去实行这个，我倒是好奇的是啊，习近平这个正左金右这个说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了解正左金右，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这个说法其实是更前面啊。邓小平时代的一个说法嘛，也就是如何的来推行这个改革开放啊。台湾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态度也很有意思的哈，尤其这个去年啊，我看到自由时报的这个算社论啊，他讲到共同富裕变共同双输啊，也就是说当时呢，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他提到现代化啊，要共同富裕啊。那大家还了解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不是讲共同富裕啊，是讲小康社会啊。从这个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好好聊一下，到底邓小平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然后来完成这个。尽管我知道从台湾今天的角度啊，很多人的解读可能会因为政治的敏感性啊，很难去公允的评价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那事实上，两岸都会出现这个状况，因为政治本来就影响评论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像我们要回到了到底邓小平带给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让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中国大陆确实在整个方面崛起的这个确实是声威赫赫啊，已经明显的动摇到美国不可一世的霸权了，所以才有中美之争嘛就20世纪结束，21世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当口，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的再崛起，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中国以非常高的速度在成长，这样的一个情况，必然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所记载20世纪结束到21世纪开头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大事。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
在1979年之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啊。这个改革开放的开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那我们这次介绍一下说，改革开放在初期的时候到底有遇到过哪些问题，还有提出过哪些方案，有过哪些方针啊？然后如何带领中国向前进？这个邓小平先生他多次自己讲过，他的改革开放是一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可见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长期安定为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模板可以模仿，基本没有啊。我们实际想一下，历史就是这样：1840年代之后，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要说是30年、40年的和平，想要取得10年的和平发展都非常困难。因为内忧外患不断啊，那在1979年之后，所谓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上来，领导核心开始巩固之后，要如何在营造一个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把中国的经济稳健的带上去，这是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急迫性，当时台湾的国民所得已经到$2000，韩国当时有$1300，可是1980年当时中国大陆国民所得还不到$200，你就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大陆虽然说它在毛时代完成了许多重工业跟这个交通各方面的基础，但是国民的所得还是非常低，老百姓还是非常的穷困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国社会必然要往更高的一个程度上去争取。那就必须要打开自己的门户，跟全世界，尤其跟西方、日本，甚至于其他所有的欧美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能够吸引他们来中国投资，能够把新的技术跟新的观念也带到中国来。所以改革开放不光只是经济改革，大家都好像都把重点放在经济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场变法。讲到变法呢，我特别把几个人罗列一下。为什么罗列这几个人呢？周公旦郑国的子产。那关于这个改革开放，当然要先组成班底啦哈。那第一个班底呢，就三头马车啊哈。徐老师是不是稍微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头马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其实这三个除了邓小平之外，台湾人一般算比较陌生啊。好，邓小平、胡耀邦跟赵紫阳这三个人，最早的时候是香港的媒体开始称他们叫三头马车哈。对，我们知道后来胡耀邦也担任过国家主席嘛，然后赵紫阳也担任过国家主席，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邓小平不用讲，他在解放战争时代的地位就相当高了，他当时就是所谓的刘邓大军里面的政委。可是另外两位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大概基本上就担任参谋幕僚这样的一个职务啊。后来等到1950年代末期刘少奇当政时期，因为他拔擢了邓小平，那邓小平跟刘少奇一起合作在修正毛路线时代，那胡耀邦跟赵紫阳也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在这个刘邓集团里面这个负责做许许多多这些工作无论是党务的工作、基层的建设工作、社会工作等等很长一段时间，胡耀邦还担任邓小平的秘书，甚至一直到1976年推翻这个四人帮之后，他都还是邓小平最亲信、最信任的一位秘书所以他们三个人后来就在这个1980年代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就在中国大陆推动这一场很重要的这改革开放我们可以说邓胡赵的时代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从三头马车时代开始，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你总得先收拾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状况首先，我们这边要先讲，因为我知道上一期有很多的同学们留言说我们对毛泽东评价不够公正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先说我们上一期其实并没有无意的深度讨论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们会讲这个主题因为文化大革命难谈，是因为它的很多档案很多的相关的这些细节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难以全面的展开这对于一个做历史的来讲，没有材料很难讲话我们只能以一个角度去切入。但不管你喜不喜欢总之毛时代跟邓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所讲的嘛。随着邓小平的上台那上一讲有提到大家还没看的可以去看他上台之后他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首先第一件事要调整毛时代的路线，上次有讲了一部分就把2个凡是改成实事求是那当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叫做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要来停止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没错。好的，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毛泽东主席常常说的一句话那这个阶级斗争其实后来发动到最高潮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
那等到1976年，随着四人帮下台，文革的结束，对于过去毛路线要做一些修正，然后对过去毛路线所产生的一些功要给予肯定，过要给予修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必须要做，否则的话，你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个回应，你没有办法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推展你所谓的改革。那就在我们上次提过的11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号到22号就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简单讲就是我们共产党以后不斗了，以后要全力发展经济，而且在这个工作报告中强调，以后要把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请注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未来是要全面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共产党也逐渐要从革命党转为建设党，然后实行改革开放。另外，那具体的作为是什么？你说你结束阶级斗争，你总要有些具体作为。具体作为就是重新审查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批的所谓的冤假错案从反右运动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到底平反了多少件？所有的平反工作大概一直进行到1986年才算是全部结束。各位你看。平反时间相当长，因为有一个漫长的审查过程。对，总共平反多少件有不同的说法，中共有不同的文件，有人说30多万件，有人说40多万件，甚至我看过有人说70多万件。代表这个平反的工作是深入到乡村等级的。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做的算是相当彻底的。平反工作主要是2个，一个就是先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嘛，二方面就是给予他们一些职务或他们后代给予他们一些补偿，给予一些照顾。那大陆朋友应该知道，在1990年代的时候，常常在大陆的报纸上的广告栏看到很多道歉广告，有很多学生，一群学生我们当年斗了我们的老师，我们觉得很抱歉，我们这边郑重向某某老师、某某师母道歉要不然就是我当年斗了我爸爸我现在很对不起我爸爸。我希望我爸爸原谅我，向我爸道歉。类似这样的广告非常多，所以说整个社会都在为那一段时间我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来加以这个反省。不过邓小平也不断的强调，他不会清算毛泽东，他还是肯定毛泽东建国有功，以及建国之后在为国家所推动的一些建设对中国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基本上都还是给予肯定所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当中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注意重点在向前看，就是我们这一次把该平反、该道歉、该补偿的补偿完之后，我们就要全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前看然后邓小平他有一段话，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这遗留问题就是我刚讲的，就是前面那些运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各位，这个新问题指的就是经济问题，就中国还太贫穷，中国必须要赶快致富，中国赶快要跟全世界重新连结，这样中国才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对，这是要有很大的道德勇气，也是要有非常大的一个声望的人才能推动。各位你想想看，等于是共产党向中国社会认错。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他有足够的声望，跟他所领导的班子后面在改革开放这边取得的一些成绩，否则的话这个后坐力，我想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化解的过去。其实最大的对比就是国民党嘛，国民党在台湾今天已经选举是几乎很难在中央层级的这个选举获胜嘛，越输越远，那越离越多。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尽管民进党的执政出了非常多问题，而且在地方选举上，国民党依然会胜选，而且都是大胜。但到了中央层级的时候，他很难在这种高强度意识形态的这状况，在大选里面获胜这是很好对照，两岸真的很好对照，因为都是华人社会所以在这个历史逻辑上面，在社会逻辑上，它有一定的可比拟性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知道，邓小平其实他在制定这些方针跟他的逻辑的时候，他是很缜密的那有一个点是，我们往前看，那往前看总要有一个方向吧？那他要怎么样来往前看呢？有一个说法是，如果全部一起做，那肯定一件都做不成。那我们先做部分，再带动全部。那就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带动后富，成为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有没有看到这张以前的宣传图？富有者给贫穷者浇水，贫穷者又会反哺给你多帮别人，因为那也是帮你自己这个就是先富后富的一个思想逻辑力
主要是2点啊。我们如果把它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看，首先第一点就是承认中国地区发展上有巨大的差距啊，沿海地区当然是有比较好的基础啊，像过去一直以来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到这时候为止，沿海地区有比较好的基础啊，像上海、像广州是比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要好得很。我告诉各位，1980年的时候，中国当时的城市化程度是多少？各位知道吗？16%，也就是当时中国10亿人，有8亿4千万人还住在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样，还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所谓先富带后富，邓小平后来有讲得更清楚，就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不再用过去吃大锅饭的这种思维就是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先接受外资的进入，先进行市场经济。先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再让先富来带后富，再让这些富起来的人再去带。当时邓小平举了一个例子，在80年代的时候，他就讲，青海省的面积是上海市面积的100多倍大，可是整个青海省的 GDP 还到不了上海市的一个区，所以当时邓小平就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对口扶贫。就是像上海这样子发达的地区认养贫穷的省份让这些发达的地区以有余来补不足，这就符合他所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嘛，让一小部分的人先富起来。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能够达到均富。当时那个邓小平也多次讲过，他说如果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认为中国的贫困终究会让中国难以在世界上立足。不过这种改革到底他怎么推展，我们等一下再谈。但是邓小平有一点他做的非常明确，就是在开启改革、推动全面的这个经济的扩展之前呢，他先把底线给画下来了。这个后来被认为说可能是中国跟苏联命运不同的其中一个关键也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给那个大家报道就是所谓的正左经右。那这个正左经右呢？你看到习近平时代还在讨论就我们一开始为什么用这个破题你就理解了。那所谓正左经右怎么画了？底线据说就是这4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坚持4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号，可以说改革开放刚要开始，他先把线画出来了。对，没错，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邓小平始终相信一件事，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绝对少不了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下去所以才会有这4点道路。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所谓的核心思想就是马列主义跟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依然坚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各位，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照，就是1985年之后戈巴契夫的改革。戈巴契夫改革就是从思想上全面的放弃，开始这个清算批斗这个布里兹涅夫到斯大林时代，所有苏联共产党所有的意识形态，甚至于从学校到社会，到各个公家的机关，甚至于到军队苏联共产党原先在苏联社会所有重要的基础上面也是一样全面撤退，就是将军队的主导权都放弃了像这一些情况在中国就没有出现。邓小平把这个红线画得很清楚，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不能改变。虽然在经济上面我们开放了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我们后面会看到也逐渐允许私有财产，但是在基本的意识形态跟党的领导上面，他是绝对不会让步。各位，这个当然有许多人也批评了就是说共产党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勇气我们这个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讲但是这也确保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当中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安定力量，对，不至于让整个社会走向失控不至于在改革当中因此走向过度的动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其实这一点很多人会拿当代历史来做对照我们这个从民国大陆时期的历史，还有到了台湾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到后国民党时代这很多人是拿来对照的比如说民国时期，为什么民国始终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发展的这个经济呢？因为民国时期始终4个字嘛，动荡不堪嘛光政府就好几个先是有南京政府，后来有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又有南方军政府打得不可开交中间只有所谓号称黄金10年，那事实上一点都不黄金只是相对国民党的这个国民政府统治比较有一个基本样态，可是就仅仅那稍微一个基本样态
其实国民党的建只有3-4年，没有10年。但是即便只有这样稍微的这个初安呐，其实当时中国的发展就远比在前面打得一可不可开交啊，这个北洋政府时期什么都好的很多。所以我认为啦哈，这个也是今天两岸领导人有一个很大差异，尤其是民进党领导人跟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大的差异，就是民进党领导人不太愿意去看待过往的中国的一个历史的给予的经验，但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常在借鉴过去中国历史的经验，只是这些历史的经验，在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层次高或低，跟在一个老百姓他的层次高或低啊，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很多老百姓其实不见得能理解，但他就会就现状来做批判嘛，所以就会引起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一集播出的时候，也一定会有很多人批判哈，反正没差哈，这就是要让大家批判啊，让大家讨论哈。你觉得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但是我们就提出一个角度跟观点。那我一边把这个历史事实也跟大家讲哈，但是脉络的部分啊，我们尽可能去呈现，但因为东西真的很多，没办法完全呈现出来啊。那如果你想看得过瘾的话呢，啊，请到会员专属里面啊，有很多这个详细的讨论，加入会员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那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4项坚持之外呢，哈，还有一个点是中国也迎来了另外一个机遇的，除了领导班子换人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国际大环境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徐导，上次有提到啊，这个中美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PRC 跟美国，从1970打乒乓外交，1971年呢就直接把蒋介石代表政权给扫出联合国啊，就2758决议文啊。到了1979年更是不得了啦，直接呢跟美国建交了。这个建交有什么样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讲改革开放的时候绕不过中美建交这件事呢？中美建交如果各位有兴趣去翻当时台湾的报纸，台湾报纸写的很难听，叫美匪建交。这1978年12月16号，中美共同发表了所谓的建交公报。1979年1月1号开始互相承认，而且建立外交关系。这段历史各位可以去看沈建宏，当时中华民国驻美国的最后一任大使沈建宏先生的回忆录，就把整个过程讲得非常的清楚。当时消息传来之后，当时是由那个蒋经国总统的秘书宋楚瑜先生3更半夜去把蒋经国叫起来，跟蒋经国报告这件事，整个台北当局是完全吓傻了。当时台北国民党政府是知道美国一定会跟中国大陆建交，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啊！对，而且当时共和党的领袖雷根是有名的反共的右派反共，所以当时国民党还寄望，如果1980年美国的那个大选呢，如果雷根能上台的话，或许这个过程可以缓下来啊。或这一切都在卡特突然间下了决心要跟中国大陆建，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另外就台湾关系法的问题，邓小平也忍痛接受台湾关系法的啊，所以就让建交这件事情水到渠成。我们今天事后来看，邓小平接受台湾关系法，在当时来讲是对的。如果你那个时候不赶快跟美国建交，往后真的会夜长梦多。就是我们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上来看啊，的确是这个样子。邓小平就在1979年，就是建交后没有多久，1月28号到2月4号呢，正式访问美国。各位，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哦。中国领导人亲自访问美国。我告诉各位，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就是所谓近代史的开端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领土，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可以说是100多年来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在美国历史跟中国历史上都是大事的。邓小平在出访美国之前，根据当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的回忆当时他在飞机上就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跟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当时讲一段话，他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简单讲，就邓小平他认为，中国要富就必须跟美国与西方国家和解嘛。简单讲就是这样，你才有可能让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来让中国社会变成一滩活水才有可能。邓小平到美国时间只有9天，但是我告诉各位，他在华盛顿的时间只有2天。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之下，参观了美国的一般的家庭，参观了美国的农场，到了美国中西部看了美国的农场，就跟邓小平一起去访问随团的人员。日后的回忆当中，真是看为观止。美国一望无际的农场，完全使用机械化耕作，参观了美国当时的福特汽车厂、波音飞机公司，看到美国工业的强大也让当时的中国人知道一件事：必须要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才有可能追得上世界一流的这样一地步邓小平认识到美国这9天可以视作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代表全面与西方和解，引进市场经济，
而且也真的是让中国毛时代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做法，可以说完全这挥别了，可以说再见了。这个震撼就延续到国内，就开始推动一连串的具体的改革措施。邓小平回来之后，像第一步最尖锐的矛盾在哪里？最需要直接来处理的地方是什么？首先就是要让长期处在贫困状态的农村有新的活力进去。简单讲，就是邓小平他的农村改革是他所有经济改革里面的第一步。他农村改革里面最基本的一个设想，就是他要结束毛时代的集体化。简单讲，就是他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农业集体化。他坚持强调家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划给了人民。简单讲，就是按照每一家的生产力将土地分配下去。这样的情况下，这农民所生产的这个粮食，除了每一年上缴的农业税，其他所有的所得都归自己。那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而且是有法律保障的使用权，不能随意剥夺的。虽然土地依然是国家的，但是农民有使用权，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土地。那如果你生产的所得不像过去人民公社这样搜刮余粮的话，做一部分交给政府交税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也等于是让农民开始有了自己一部分的私有财产，也等于是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全国的农村逐步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度为主的责任制，就是所谓的包产到户，自负盈亏，就是把田产包到你家去就是从此之后好不好都是你自己负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大陆的农业很有成效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量增加了25%，总额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耕地的面积想要增加其实很难对。但是你单位面积产量能增加25%，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另外，为其他领域私有化也创造了一个先例我讲到这边，各位可以想想看，在还没有进行包产到户、自负盈亏之前，中国的农村生活有多贫苦，各位可以想想看这有一个人体验过嘛？那个人叫做习近平，因为当年文革知青下乡，就是把他送到农村去了。很多大陆大概60多岁、70多岁的老先生都喜欢讲他们那一段辉煌岁月，就是到农村去那一段岁月，其实听他们讲也是很有意思然后有一个对比就是什么？就邓小平的改革基本上是从农村基层开始，他的经济改革这一点的改革模式也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苏联戈巴契夫改革有非常大的不同。戈巴契夫是先把所有国家重要的企业几乎全部分包给私人的财团，所以就形成了庞大的托拉斯集团嘛，就是所谓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像什么天然气啊、石油啦像什么钢铁啦等等这些都被这些寡头所独占。那中国大陆一开始没有这样的。中国大陆一开始是先从农村基本改革做起，对农民工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的贡献所以邓小平的第一步的经济改革就做得相当好，先从农业开始。对，当年台湾也是这样375减租，耕者有其田，对，套路是一样的，方法也是一样，先从农村基层做起。这里有几张图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是四川的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这个农村呢叫做九龙坡村那现在还在。那我们看到它这里有个石头嘛，包产到户，现在改名叫先行村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故意放一颗石头呢？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呢这是很珍贵的一个材料。还有呢，当时怎么样去这个推进你可以看到1981年的四川日报他们当时在对这个包产到户的一些做法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到这整个的一个施行那当然这个农村改革也是有一些批判也有一些回响那批判认为说这不就古代租佃制的复活吗？那你这只是你共产党变成最大地主而已农民都是佃农，那你共产党是地主，你们坐享其成那也有人说那这个就是刚才学长讲的，自己这学台湾嘛，那不是国共对垒吗？这搞这个，那就跟国民党搞375减租、公地放领、农地重划、耕者有其田，这不是同个逻辑吗？但是这其实充分显示邓小平做事情的方法，学长。对，没错，邓小平做事情的方法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求稳定嘛，就是他深刻的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你这个农村集体化结束，人民公社逐渐结束，恢复到传统的村里跟家庭制度之后，那农民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要有一个充分的生产。简单讲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叫做外马列而内儒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但实际上它又恢复到过去儒家社会小农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至于
刚那个我们讲到，像有些学者批评说，这就是中国古代租佃制度的复活。我就告诉各位啊，我们也不要去仇视租佃制度，因为租佃制度在中国搞了2000多年，对不对？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它一个内在的合理性，不可能搞那么久，是不是？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同，我告诉各位，因为过去的租佃制度，土地是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可以任意的抬高它的地租的这个比例，所以它可以任意的剥削农民，而国家的税收是经由法律来保护的，不会存在这种任意剥削的情况。所以虽然看起来它是恢复了过去地主经济的一定程度的模式，但实际我们看就它的真实内容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像当时这个香港跟台湾的一些学者也提出批评，就是说，这不过就是学当年台湾嘛。其实学当年台湾也没什么不对的，为什么？都是农业社会、儒家社会嘛，是不是？逻辑相同嘛，所以没有什么谁抄谁作业的问题啦。我觉得这就是双方，因为当时蒋经国跟邓小平都认识到，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比如说传统儒家社会下面的一些情况，所以从农村的基层的土地来做改革，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不过这里也要顺便附带一提，就是说什么是现代化？其实现代化就是因应工业化时代之后，充足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这种量能，该如何在社会中进行分配，并且持续的让你的整个国家社会在生产的方面，甚至在因应于这个工业化方面所产生的，包括军事安全等等各方面，持续的往前推进，这就是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啊。那像这种内涵，那就是所以它一定会改变，这也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那个现代化的属性一推进的时候，整个西方社会就焕然一新嘛，变化非常剧烈嘛。1900年代到了纽约的人会觉得，这个是人类的世界吗？这是外星世界吧？到处都是有轨电车、地铁、车子、交通、红绿灯什么的。1900年代的时候，就是整个纽约社会已经是非常非常先进了。所以这边要跟大家来报告啊。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现代化呢有所谓4个现代化。那这4个现代化呢，是怎么样来推进？又是哪4个现代化呢？其实4个现代化这个口号最早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提出来的。早在1954年的9月中共的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由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先生提出所谓4个现代化的观念4个现代化包括哪4个现代化呢？就包括所谓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现代化跟国防现代化。当时周恩来就讲，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4种现代化，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后来到了1965年1月4号，第3届全国人大会的第1次会议在北京结束。在这次会议当中，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又正式的提出所谓4个现代化的政策目标。所以基本上这个4个现代化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直面执政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目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它的标题，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广泛的。那具体的，你说要怎么推动这4个现代化，里面具体的细项要怎么做，可能这个时间就要比较久，要到了1979年3月30号，邓小平提出所谓坚持4项基本原则一文当中，才有了比较具体的这样一个观念。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4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4项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然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必须要达到提出所谓的小康社会。1979年的12月，当时日本的首相大平正方带领日本内阁到中国大陆访问邓小平在见大平正方的时候，又再次强调4个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能够达到小康社会。简单讲，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就是给自己的改革开放又注入了一个传承性在里面。到了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12次中国代表大会，就俗称的12大这个邓小平在会中又再次提出小康这个概念，而且称它为20世纪末的国家战略目标。那小康社会的人民要达到所谓小康水准，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面，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全民丰衣足食。对，你们听像什么温饱啦全民丰衣足食啊、小康啊，这些口号，其实在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也类似的提出过所以双方的思维都差不多，对不对让这个老百姓不但是能够达到脱离这个贫困线并且能够进一步达到这个生活质量上的一种进步
因为中国大陆原先的中产阶级在几度的运动当中，像反右啦、文革这些运动当中，基本上已经全部消灭了，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提出小康这个口号，再配合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当时几个城市当中，就会重新再出现所谓的小资阶级这个对中国社会来讲，也是几十年来又一次重大的改变。那关于什么是小康，你想小康也要有钱嘛？那要怎么有钱，就是接下来整个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地方。其实注意各位，我们刚才谈到现在，我们谈了很多在政治理念上，在一些政策大方向的施政。但是我觉得邓小平作为中国第2代领导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对于做实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2个凡事到实事求是，如何去落地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关注的而且很多人会批判说这共产主义就跟实事求是，那不就是反着干吗？其实也不对共产主义有一个说法嘛，叫做科学的社会主义嘛，所以哪边科学哪边来。那在实践当中，就是验证科学是不是最好的方式嘛。所以邓小平就开始推进他的这个小康的一个建设的部分。那在这里面，学长有一个很关键的核心那一开始直接要整个全部改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落入到后来戈巴契夫这样干嘛，一干就把苏联干垮了。可是邓小平的做法确实没有把中国给干垮，还让中国越来越强大。他是先用了哪一招，然后开始推进，然后还有既然要小康，那不就是把人从体系中给拆分出来吗？那这样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就产生了吗？其实我们今天检视两年的改革，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循序渐进有它的一套内在逻辑在里面。除了我们上次已经稍微提过一下的，就1979年7月1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跟厦门实行所谓经济特区之外，那经济特区内部的一个实际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中共解除了个体户跟乡村家庭工业以及这个乡村小商品生产市场完全解禁1979年中国大陆首次批准了开业所谓的个体工商户10万户，就是在这几个经济特区里面。什么是个体工商户？就是自己可以开一个小店摆个小摊可以在菜市场上贩卖经营小本生意、小本经营各位你不要小看中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尤其是如果你让他有利可图，那他就会非常的勤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城市里的小型工商业个体户的开办很快就达到了一片荣景的这种情况。到了1981年，全国就有101万户，2年而已各位，2年而已所以到了80年代大陆就有一句顺口溜嘛，叫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在拓荒，对不对？所以到了1980年代，中国大陆就出现最拉风的一批人，叫什么？叫万元户，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里有那个万元户的海报，在当时能够有1万元存款，哇，就是神气到不行神气到不得了。但万元户1万块今天看起来是没什么，在当时很大一笔钱。有人算过，各位，80年代的万元户等于今天中国大陆大概50多万，将近60万。在今天来讲以大陆的标准来讲以今天来讲都不算是一笔小钱对，简单说，各位，城市中产阶级重出江湖，这些人有了一点钱之后，除了改善自己生活，就开始重视子女教育然后一个全新的中国大陆的社会面貌，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逐渐带动出来。那改革开放也慢慢要走向高峰了。其实讲到万元户，你就可以发现邓小平的策略，他是非常实际的预测了，先富带动后富吧。谁先富？万元户先富那还有一个点就是中国其实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经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考察中国历史是解答今天中国社会现状最重要的一个依据中国的商业分离出来的非常早早在周代的时候就在谈士农工商啦。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吧，在周代的时候大商人一大堆甚至有些商人都跑去搞一个国家，比如说最有名的谁，吕氏春秋。吕不韦嘛他都可以去奇货可居了所以代表说商业这个虽然长期在传统古典帝国时期，它常常会被认为是要一定程度打压的部分，但事实上商业一直在中国古典帝国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层而且它也不是完全是个阶层，它常常是怎样做生意做得好那就家族就上去，
生意做不好，富不过3代，好就沉下去。所以它是一个很灵活跳动的。那当然到了今天哦，这个影响全中国最明显的商人，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晋商嘛、徽商嘛、粤商嘛，大概又延缓一些地带。不过整体来讲，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商业这个活力一直在中国社会是非常强大的，这一点也是中国体制跟苏联或者说我们跟俄罗斯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老百姓不要让他太穷，不要太剥削。可是同样的逻辑，你放到俄罗斯就不一样，农奴那但是人过的生活嘛。我必须说啊，这个也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所谓改革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你也不得不说啊，这是确实蛮仔细的啊，有做了很多的这些调整。所以讲到这里哦，大概率你已经看到一个改革开放的雏形了啊，也就是中国看起来呢，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崭新的时代，勃勃生机、万物锦发的时代。但是当然也很混乱啊！为什么会很混乱？因为有机会就有投机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状况嘛。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就把今天我们所谈的做一点整理了哈。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后毛泽东时代之后，邓小平为首的所谓3驾马车，对于整个改革开放它的推进，它是有很多非常精细的操作的，而且不是停留在口号式的，停留在上层式的，而是它是从底层开始做起。那也必须说，它能够这么样的充分去调动农村的力量，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把整个统治第一次，我必须说，毛泽东时代真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统治的力量，把中央政府的力量第一次贯彻到农村的最底层，每一个村都有村委书记嘛。但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受困于这个内交外困各种条件嘛，所以没办法全部专注在这个经济发展上。那邓小平厉害的地方是，他把毛时代过到邓时代当中呢，不仅是提出理论，还有把它贯彻，还有一个决心呐，然后还有步骤。所以叫摸着石头过河嘛，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嘛。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个部分。所以整体来说啊，我认为这个改革是非常成功，至少讲到万元户这里是已经是非常成功，但后面是更成功了啊。那很大程度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啊，那也促成了今日中国的一个崛起了哈。但这里也要提一个事情，这改革的幅度很大啊，人家说啊。迈开步子迈大了会扯淡啊，对吧？哈，但是没有扯淡，这是怎么厉害呢？我想他就是事实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有很谨慎小心去推展，比如说先试点。然后一步一步推展开来。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先行村啊，他先试点，用这样的方式那逐步的把中国的社会力量给释放出来。而这一释放出来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了，我们也必须说危机也在加深之中了哈。比如说贪污腐败呀，犯罪啊，这个比如说之前讲的不是什么铁链女事件等等，到一段时间确实这种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层出不穷，非常猖獗，非常多。对哈。那还有什么？就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一开始只是万元户，很快就1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亿元，很快就出现了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啊，环境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代价了啊。所以今天中国很提倡绿化嘛，这几年还获得联合国的奖项，再像这个西北地区毛乌素沙漠等等的，也是一定程度的要把过去因为经济发展所牺牲的部分把它补回去嘛。对，没错。另外呢，这个社会的动荡也是显著的，新兴的阶级的产生啊，也造成了社会呢在整体国家命运的认知上面出现了很大的不一样啊。尤其呢，在一党专政之外的新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那就产生了一个社会上比较高强度的冲突，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8964天安门事件嘛。他在这边也一定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有人说8964天安门事件是外国人煽动的啦，颜色革命啊等等的，这有各方的说法。但在我自己的观察，它一定程度还是反映的改革开放以来，它不可能一帆风顺啊，一定会有一些力量是在你政府管纳不到之外，然后它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了啊。那最后呢，另外是刚才徐老有提到了，中国跟世界重新的连结，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那这点很重要，中国每一次崛起都必须跟世界充分连接啊！你看从汉朝、唐朝对不对？到了明朝其实宋朝也跟世界连接的非常广泛。宋朝是个强大的朝代，只是宋明都是这样，对，宋明都是这样嘛。那清朝一度强大，但是当清朝开始闭关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看似强大，但实质上就没那么强大了嘛。在撞上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就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嘛。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观念啊，这边来最后请教一下学长，就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中国会像苏联一样，或者像其他共产国家一样走向崩溃吗？不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话，那中国这种社会基层的贫困落后的情况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善哦。那邓小平也等于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啊，抓住了美苏冷战时期美国要联中制苏嘛，再加上当时西方的跟日本的资本也看好中国大陆庞大而且素质高的人力。各位你不要小看中国大陆，因为从毛时代开始贯彻基层教育，所以当时中国大陆文盲的比例已经相当低，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跟印度啦、印尼啦这些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文盲的比例很低，所以当时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被认为是高素质，所以这也是当时美国跟西方还有日本所愿意去这个打开中国市场去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话，这个条件即使具备，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起来。所以综合来看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契机。那邓小平当年的决定跟当年所使用的一些方向，是我们事后来看大致上也都是正确的。对哦，刚刚徐文才提到很关键嘛，高识字率不代表可以摆脱贫困啊。提供大家一个索引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伊朗，一个叫做突尼斯啊，他们的识字率就极高啊。但伊朗受困于外交问题嘛，被美国给封锁嘛。那突尼斯呢，它也是受困于当地的地缘政治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再加上国家也比较小，它那么高的识字率却产生了阿拉伯之春啊，茉莉花革命第一枪打在那边，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尤其大学生没东西去啊，没工作做，很严重，失业率极高啊。甚至有人估计说，这个突尼斯的大学生失业率搞不好50%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啊，这个国家就会非常危险。对，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这样。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不容易，还有邓小平在这上面很巨大的贡献啊。所以呢，这也是当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时候，习近平呢很庄严的宣告了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管台湾人同不同意，或世界媒体怎么同意了啊，但就我们学一个历史来观察呢，确实中国共产党不管哪一代的领导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使命，在往前推进他们想要做的一个目标。那有没有达成？我认为是有达成啊。那可是未来怎么样从先富到后富到均富，这个确实是更巨大的挑战啊。那也留给大家再去做多一点思考啊。那事实上再说一次，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造成的崛起，其实很大程度也冲击了今天的两岸关系啊。那是关键中的关键啊。我们这一讲就是紧扣着这个逻辑啊，再跟大家来讨论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专家讲坛就聊到这里啊，那我们就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收看下去。那最后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加入会员有会员完整版我们多讨论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哦。想看的话吗？很简单，一个月几百块啊，100块台币而已啊，差不多3块多美金啊。可以享用我们完整版的很多的资讯，还有花絮啊。然后另外也可以透过超级留言、超级感谢留下你的意见跟看法，我们都会看哦。还有呢，这个可以用线下的赞助，让我们更多粮草、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都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能量，做更多的事，更多好玩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提供你的意见。那我们30万订阅募集中麻烦大家呢赶快把我们对你的追踪起来。那我们今天辛苦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啦，拜拜。拜拜。